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五哥好，大家晚安。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五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周远航老师，大家好。右边为您邀请到的台北市议员李明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邱明玉，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阳明，大家晚安。好，那对国人来讲的话，那还是要提醒你，在接下来呢，这个礼拜六823，那有包括七席委员的罢免投票，包括有核三研议的公投。但除了这些以外，最近国内所有的氛围里面，大家会聚焦在一个地方，哪个地方呢？包括柯文哲、柯前主席的金华城案啦，所有这些，为什么？因为密集的审理，算一算时间，其实可能因为柯前主席这次的羁押，会到10月份左右。但这整个案子的审理会在10月份左右，那会有证人的交互诘问，大概底定吗？那因为这跟柯前主席的交保与否，而他的交保与否跟国内政坛，不管是蓝白合，甚或国内所有的氛围，大概都会有影响。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把尤其最近的一些案子里面的一些眉眉角角，也让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来做一些了解。好，一开始一善是这个案子，照媒体的报道，大概还有30个左右的证人。没错。那其实，在我们的刑事诉讼法里面，接下来包括柯文哲、包括应晓薇、彭正生他们都要用证人的身份出席。对，所以未来这所有的诘问里面，我刚刚就讲，因为这牵扯到他的交保时间，没错，这牵扯到所有案子之间里面大家认知的有没有贪污，有没有图利，然后有没有包括公益侵占，所有这些事情都在最后这2个月要见分晓吗？没错，先讲说这个交保的这个相关的条件。上次续押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个条件，就是说随时审视羁押的理由是否可以，就是所谓的交保嘛。为什么会加上这一句随时审视羁押的理由？因为当初地方法院在审定所谓的柯文哲羁押的时候，其实有问过检察官你到底要押多久？所以他法官其实地方法院在几次的这个羁押庭的攻防里面，地方法院其实不太准备想要押柯文哲，但是为什么后来要押？因为高等法院要他们重裁嘛，重裁之后地方法院就是说，问检察官，那你到底要押多久嘛？那检察官其实在当庭上面就说，至少要等到所有证人交叉诘问完，你证词里面巩固，你没有所谓的柯文哲会去威逼证人或者是串供灭证的相关的情势的时候，我的证词稳固之后，就可以所谓的解除羁押来交保的释放嘛。所以有没有可能在这30几位的相关的证人全部交叉诘问完之后，就有可能审视这个所谓的羁押的理由已经不存在了，不存在了之后就有可能交保候传，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在法界里面都说11月的这个如果是一审要判决的话，有可能在9月、10月下一次的羁押庭，因为这次羁押是2个月嘛，大概9月底左右的续押庭的时候，就有可能是被交保候传了嘛。所以整个状况其实是这个样子，但是相关的这个证人啊，不断的泄露出透露出这相关的证据的时候，反而是引发社会更多的争议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柯文哲的脸书啊，直接在所谓的300万这件事情的时候，直接在脸书直接讲说，这个300万是捐给柯文哲本人。当然，他的目的是说我没有所谓的公益侵占问题，因为我不是捐给党部啊，那时候也没有基金会，也没有协会嘛，也没有要参选，所以也没有政治现金专户，唯一可以捐的对象就是政党而已，所以他没有捐给民众党，所以是捐给柯文哲本人，所以是没有公益侵占。但是问题更大啦，那时候2022年10月24号，柯文哲还是台北市长啊。如果台北市长可以收钱，那所有的公务人都可以收钱啊。那可不可以收钱？当然是不行了。所以网友就拿出了他在2014年写的这个透明廉政公约啊，这个公约我有参与在里面，里面好几条是我写的啊。其实这些条文都不重要，为什么呢？法律都有规定，法律都有规定，他为什么要特别定了一个廉政公约呢？因为就是把法律规定的重新再写一次之外，说我要做的比别人更严格啊。为什么呢？譬如说第1条，他说每年都要公布财产啊，这本来就要财产申报啊，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但是我还要跟大家讲说，我的财产变动是怎么变动的。
有些人登记完之后就不会交代你的财产变动为何变动嘛。但是大家看到柯文哲做8年的市长，有在交代他的财产变动的情况吗？也没有嘛。第3条，他这里有说市政府的首长行程一律要登录列管嘛，这我最清楚了。登录列管人都是可以给你们看的行程啊，不可以给你们看的行程，全部没有登录列管，全部是私人行程啊。所以柯文哲在市长的8年任内，有一堆的私人行程，包含金华城案里面有很多行程是跟所谓沈清熙见面的，你也不知道啊，为什么私人行程不登录？这一点我可以作证，因为这条是我写的，因为我管行程的嘛，所以包含最后一条啊，因为这些相关的规定。本来就有一个公务人员廉政伦理规范，他说啊，我更严格，我要把我这些更严格的东西列入到台北市政府的公务人员廉政伦理规范嘛，有没有做到？直接讲300万这件事情就没有做到了，为什么呢？在廉政伦理规范里面，3000块都要报政风嘛。为什么公务人员不能收钱？3000块以上，如果你收了这个3000块以上的钱，我政风就可以看到说，哦，你拿了谁3000块，我可能就要移送检调啊，因为中间有没有所谓的违背职务或不违背职务的收贿罪的问题嘛？我政风当然不扛啊，所以你只要报给政风礼物的价格过高，又没有办法提示理由的时候，其实他就会移送到检调，由检调来侦办嘛。所以那时候我还在市政府的时候，还在市长室的时候，连偷刀啊。我们北港啊，柯文哲喜欢吃土豆花生尤其是北港的花生。然后我们北港镇长跟柯文哲还不错，所以他每次都寄好几箱的土豆上来啊，寄好几箱的土豆上来，我都要报给政风啊，因为怕那个价格超过3000块，我都要去解释说为什么他要送这些头刀给柯文哲吃嘛。所以如果连3000块的土豆花生都要报给政风，300万不应该报吗？柯文哲你有没有报？当然没有报啊，是不是3000块以下才报，3000块以上都不报了？这些300万这么高价值的东西，如果没有所谓的公益侵占的问题，也有所谓的不违背职务收贿罪的问题嘛？那公益侵占其实还比较简单一点哦。其实他这件事情是300万你要去装修嘛，如果可以举出证明说没有错，我这300万的钱全部花在装修上面，我只是没有报到民众党的政治现金专户，你顶多是违反政治现金法而已。你有证明说我不是用在私用，我是完全用在公用。柯文哲提得出来这些收据吗？完全提不出来嘛，就要问那钱到哪里去了嘛？钱到哪里去？不止这一条还有所谓的谢国良讲的这个200万，他直接讲就是要捐给民众党的这一条就是公益侵占啊。所以这些所谓的政商名人那个 Excel 表里面的所有的捐款，现在柯文哲完全没有办法提出他钱到哪里去嘛。而这些钱的去向不明之外，他还有所谓的证明了1500小审是所谓的这个金钱而不是时间嘛。而如果1500小审是金钱不是时间的话，那你就有强烈的对价关系跟金华城案嘛。所以整个的过程很清楚，如果证明1500小审是金钱的话，那你就必须交代你到底有没有收了这1500万的钱，然后去帮金华城取得了20%的容积奖率嘛。所以陈佩琪现在也发文了，今天陈佩琪又发文了，说那我的财产来源不明罪，你们为什么不侦办嘛？不要忘记了，当初陈佩琪因为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检调约询了2次，2次的证词都不在这一次所谓的这个金华城案跟政治现金案里面的这个相关的庭讯里面发生过嘛。所以前几天那个礼拜2的时候，他没有去这个庭讯，因为上次被赶走，他可能不想去了。那不去的时候，反而检辩双方在针对陈佩琪的证词到哪里去？说真的，陈佩琪你不要怀疑，一定在北检，因为它叫做他治案侦办嘛。所以检察官讲得很清楚，这相关的这些你陈佩琪的证词现在都在承办检察官里面。除了承办检察官，因为他是他治案侦办，我不可能跟本案无关，我就没有把它送到这个法庭里面作为证据嘛。那律师如果觉得这些相关的证词对你们是有帮助的，要来变成是证据的话，你也可以跟法官申请作为证据那承办检察官就会拿出来嘛。所以律师也没有做所谓的申请调阅证据相关证词的工作，所以这份没有在所谓的法院里面出现是很正常的。重点来了，陈佩琪的发文有一个美感猫腻，他说我如果不公布的话，你们不出现在法院里面的话，
我要公布相关的转译逐字稿。问题来了，你为什么可以有转译的逐字稿？你记忆力很强吗？真的逐字稿你都自己背起来不太可能。重点还有前面的转译2个字嘛？转译表示你是不是在检察官在侦讯你的时候，你有偷录音？我也是证人我被检察官叫去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把手机交出来给法警你不能有手机带进去，表示你不能录音录影嘛？不能录音录影的情况下，为什么陈佩琪说他有转译的逐字稿可以公布给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就已经违反所谓的秘密罪的问题。这些事情可能陈佩琪在所谓的侦办相关的这个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时候，可能检方可能另加一罪，叫做违反秘密罪。OK， 小玉其实对陈佩琪来讲，当然礼拜二他没有去，他在媒体上他自己有解释他为什么不去嘛。他说的万一要是把他给关起来，没有人帮柯文哲送饭菜，对不对？对。好，小玉帮大家解释一下陈佩琪这个心路历程。除了这个以外，现在整个大家又回到那个 Excel 档的感觉，现在又回到那个 Excel 档。你看检辩双方之间的攻防，检察官说，包括王丽玲、邱佩玲他们的证词都可以为证，证明这个 Excel 档案具有高度的证据能力跟证明力。柯文哲辩护律师就说，检方查扣随身硬碟12天以后才进行数位采证，期间不断有检联人员使用证据恐受污染，根本没有证据能力，又回到 Excel 身上去了。我们要不要把去年的袋子干脆再拿来，今年再播一次算了？重播就好。又回到 Excel 身上去了。我们要不要把去年的袋子干脆再拿来，今年再播一次算了？重播就好。那你的通告费？好，那我继续讲哈。那现在讲述，每次讲到这个，我就现在讲述陈佩琪的心路历程。他有讲说为什么那天他没去啦？他就讲说因为他怕这个北院会去关嘛，因为他上一次不是对法官直接叫嚣嘛，法官就说就还先问说他是谁然后就说要把他这个强制这个把他赶出去还是怎么样？所以他说他如果怕会被去关这样子这个柯文哲就没有人送食物给他了。看他瘦成这样那看起来就是说还至少可以送几天的菜给他。这个就是打悲情牌啦，就悲情牌。那我必须讲了就说刚刚这个义山哥讲的就是他在这边有一段他突然他一开始讲笔录，待会笔录我再讲他就讲说他现在去旁听他也知道有一个叫做转译跟事后逐字稿所以他每次被检察官叫去问，然后回家就在自己回家。然后每次他还说他每次被检察官叫去问，回家就在自己的电脑上转译成逐字稿。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自证己罪，就像柯文哲的那个小编就自证说我这个是在市长室收钱收300万这个300万是直接给我的这个不是给别人的，这种都是自证己罪，很奇怪其实你说所谓的转译，这就是大家都不禁怀疑，就是直接拿手机录完之后，你回家才直接转译成逐字稿。我不知道他这个事情为什么突然要自证己罪。这就是跟那个黄国昌或是张启凯他们就突然讲出来说有我们有这什么AI 还播放那个什么 AI 的那个录音档嘛那张启凯还说我们都听过了好多次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些人都很奇怪这好像不被抓去关是这个是怎么样所以整个陈佩琪这件事情其实这个是蛮严重，这不是开玩笑的啦好，那回过头来你说这个 Excel 的部分Excel 部分现在检察官为什么大费周章传讯这么多的一个证人？其实他最主要就是要推论，就是小沈的1500，我必须很坦白讲啦，现在不知道这个1500的金流跟下落嘛，那既然找不到1500的金流跟下落，那你就是要用别的方法去推论如果说你其他所有的人都是为真的，那你这个1500就是真的嘛？那现在看起来就说 Excel 上面的基本上该传的都传了，你这个包括邱佩玲8次都是他经手的，基本上他都承认只是来拿的方法不一样嘛，有的放在管理室那有的他自己拿去市长室这个都有，所以这个是无法否认。那现在大家会就是说小草看起来还有一线希望去争执的是说，那你看王丽玲跟张高翔他们就否认有捐可是拍谁，即便他们否认说他们是直接捐，可是他们后面还有一大串像王丽玲就说他有告诉他2个朋友，2个喜欢柯文哲的朋友，一个姓杨一个姓肖嘛，就后来这个姓杨跟姓肖的，因为他们喜欢
柯文哲，所以还是有捐了500万嘛。那个张高翔的部分是说，他有叫他的那个经理啊，就一个徐瑞勇经理，然后就是也有捐这件事情。那只是说柯文哲最后在记录的时候啊，看起来还是就是把这些人捐的，还是都是写成张高翔跟王丽妮，可能是 credit 也是做给他啦。好，那当然还有一点哈，我也不解的，但是我看今天有人帮我解密了哈，就是 Excel 上面呢，基本上柯文哲都是写10月1号，可是那这个就是跟这些人拿钱来的时间其实是对不上的，好。那看起来检察官这边有解密，他意思是说柯文哲看似有习惯，就是把这个月捐钱的人，通通都摆在这个10月1号或者11月1号都摆在月初。我觉得如果说检察官这样子的推论，那就可以合理的解释哦，就是这些人拿的钱，有人是10月26号，有人是10月20几号，但是柯文哲全部都记录写成10月1号跟11月1号，看起来他的这个时间的习惯是这样啊。那所以讲了这么多，所以基本上他现在花了这么多时间出来，那我觉得柯文哲你也不要去抱怨说为什么这个时间拖这么久，已经350天了。问题是因为每个证人基本上你都是有意见的，除了这个妙天啊，这个不在 Excel 上面的妙天你是没有争执之外，基本上他大部分都有意见，所以检察官才要一个一个在传嘛。甚至不是有讲说下一次还有2次攻防，像范有伟啦这些人还会再来嘛。那讲到范有伟一开始也是想说30万，后来小草很高兴说，你看跟数字不一样，就后来范有伟翻供啦。他说因为是怕他老婆不高兴，然后事实上他确实是捐了500万嘛，500万还是柯文哲拿的，还开车走了。所以这个我不知道，我现在讲到现在没有一个是不对的啊，是不对的啊。那所以重点是我不知道说这 Excel 到底还要再争执什么啦，只要每次对柯文哲有影响的时候，我觉得陈佩琪就会出来用另外一种方式转移焦点。可是我会觉得说他今天这个自曝说他有这个转译的这件事情，我不觉得对柯文哲来讲是一件好事啦。因为刚才讲到300万呢，在市长室收300万这件事情，那节目的来宾的政治人物我大概都会问，明显亮君在服务处送300万可以收吗？不能收，可以收吗？没有，如果是第一个，第一个是依照政治现金法，如果你是在选举时期的时候，在公司，如果你是公司啊上限还有上限，还有100万上限，你如果是个人捐个人，那更不可能会有300万这件事情出现了。这是在选举期间，那非选举期间就根本就不能收捐款。明显是不是觉得这样？是啊，当然政治现金法相关规定嘛，比如说企业界最高对个人来讲是100万，那个人是30万。不然我政治现金没有收过300万那么多的。我知道，所以意思就是说，对政治人物，不要说是议员，然后包括县市首长，所有这些300万都不应该能收，不管是在选举期间、非选举期间，因为选举期间是因为金额过高，非选举期间是规定连收都不能收嘛。OK， 好，那这件事情以外，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是。既然刚刚已经讲到呢，帮大家小科普一下，辩方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 Excel 给打掉？各位注意看，同样会出现2个字眼。辩方告诉你，这被检联拿去使用过，证据恐受污染，无证据能力。我们法律上所谓的污染，当然不是真的那种物理上的污染，它的污染就是所谓污染就是被伪造变造，所以它不可信，你就根本所谓的污染是这个意思，所以根本没有证据能力。检方是说。从这些人的证词来看，这个 Excel 档具有高度的证据能力跟证明力。证据能力跟证明力是2回事。你要这个证据能力，这个东西好，不管人证物证，它没有被伪造变造，它能够进阶，它有证据能力。好，这个时候再来讨论它有没有证明力，有叫证明力，有叫证据力。这样你懂吗？你要先证明它没有被污染，这个东西确实是真的。OK， 那它有证据能力，所以。还记得吗？是8月10号还是12号？不是沈院长讲说，那他认为那个 USB 有证据能力，那他会在后面讲他的新证理由，意思是说这个玩意儿可以拿来想办法要证明一些东西，但能不能进阶到证明有罪，那就是证明力的问题。所以接下来这里只有，如果他有证据能力的话，再来看那里面，好，那就证明，最起码邱金章这件事情，那上面写的。他有证明力，因为他证明了有这件事，那个是 OK。所以检方现在在做的就是，那我就一步一步来。邱清章这一段，再加上有一个人证，有一个有证据能力的 Excel， 然后呢，那里面写了300万，我再传这个证人来证明，所以这一段就有证明力，确实为真，他是要这样证明。
其他，然后每一个都证明完以后，那因为小沈1500到现在没有办法直接抓这个人来问说到底是不是，所以他们想的就是那就用这个有证据能力的 Excel， 然后其他的都有证明力，证明到最后，所以小沈1500应该也是这个，这是整个。在法律认证上面，为什么两边都会出现一个说没有证据能力，一个说有高度证据能力，同时有证明力，就是出现在这个地方。那如果已经打到像这个地方，但是问题就是伟阳是，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从去年一直讨论到现在，其实你不得不说柯文哲有非常多死忠的小草，这些对，基本上大概有很多人不相信这些东西，对，他会觉得这些东西。基本上大概都是要不就是被罗织罪名的，要不就是邱明玉乱讲。因为刚才是你讲嘛 ，OK， 对，有很多他们会觉得是这样啊，是不是？是。这个小草，我简单说明一下哈，就刚刚这个检辩双方的攻防，其实辩这边就是小草想要主张的。那1500说穿了，小草就是认定那是检察官自己输入进去的。原来没有那一行，所以他们说已经被污染。当然律师不会直接讲是你输入，不会，但小草会脑补嘛。这个就已经上面下面假设都是真的。你刚刚讲这段是啊，你从那个辩方讲这段，对，检方查扣的随身一点，12天以后。你才进行数位采证，期间不断有检人员使用，那个使用的意思就有很多层级在里头。对，可能有接触啦，或者是，但它实际上都会崩啦，但是他有没有去做那个所谓印象档什么？那个是产生技术，其实在完整版的起诉书里面，他谈的非常多，落长，但一般人可能比较没有兴趣看，因为它牵涉到一些电脑专业知识的部分，就是你要说。他会不会放在一个就从柯文哲家里拿走之后，后面放在一个没有任何其他人类看得到的地方封起来呢？你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嘛，总不可能老是有一个警卫站在那边看着他，不可能。所以他们就是运用一种比较无敌的质疑大法，就小草会质疑，就是他们会一直推。其实你比较难的论述点就是，当你一个一个证明说有这笔钱。即使上面记载有问题，那也是柯文哲那个 WEN 他记载自己记载的，你不能去怪检察官。可是他们似乎小草会认为这里是检察官修的，所以检察官 key 错了；这里一行也是检察官 key 的，检察官也 key 错了，所以他们就叉，就是这些都是要罗织检察官在 key 的时候 key 错，他们想要朝这个方向去论辩，但是随着一行的确证。包括啦，其实像这个邱清章的这一个就是嘉义大善人的这一笔其实最近在本周的确引起很大的震撼。其实我们就一些数据来看真的有重创到小草的支持群，整个小草的活跃度都下降，取而代之的是网军为主。整个小草的活跃度都下降，取而代之的是网军为主，就是在网络上洗的都是网军，因为所以他们本来不相信柯文哲会在市长室，对，本来是没有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块，但是在市长室收钱，然后柯文哲出来说这是捐给我的，你知道脸书小编直接对小编发了这一个，真的我看到有一些蛮吵的网红，他都出来讲说，这个可能小编要在。要再思考一下，这样好不好？要这样发吗？是不是这样去论辩呢？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个东西发出来之后，包括民众党本身，包括国民党本身，都没有办法再延伸这一个部分的战线。在上礼拜林涛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哇，他完全讲的都是就是黄国昌的那一套对柯文哲案件论述。我们现在就是要蓝白合了就是现在怎样？但是这一个呢，他们今天在喝那个。矿泉水嘛，就是一起在这个是一起跳过了，赶快喝个矿泉水压惊这样。好，重点就在于说太违背常识。不管是军公教，大家都知道不能收啊，要收就是任何的东西都要报，大家都已经是常识的部分，所以这一块会崩掉。你一般在外面企业，你都知道，我今天做人家员工，人家送一个礼来。你再怎么样有瓜田李下，这已经触及一般人社会生活常识的部分，它真的会冲击到小草的信心。所以我认为，实际上他们真正担心的是这个东西持续有人讨论，伤害就会扩大。
所以我们大概在今天吧，早上起来我再去刷 Threads 这类型快速传播的社区网站，我已经发现小草已经在展开新的攻势，他不会回我们的文章，他自己重开一串去洗说，哎呀，原来柯文哲就单纯是人家要去捐赠给他，这怎么小草会看不出来这一切合法什么样？重新再洗一次，不要再跟你原来的文章产生连结，代表数据观察确实是有问题。那我去看他们的按赞数，就按爱心数啦，还有回应的数量，差不多都比之前崩掉了，有些甚至只剩1/10。所以要说这件事情有没有伤呢？我觉得何止是重伤，应该说是致命了就是这一枪打下去之后，小草要再建立什么论述？现在就变成是绿营的这些不能讲网军，就绿营的支持者。你要讲青鸟，就开始很快乐的去贴什么赖品妤都买起衣服啊，因为他在骑飞人的时候，我借300万送300万给赖品妤，怎样？就是大家开始用这种话去打反打一记我认为其实就目前的格局来看民众党大概已经没办法在这个战场再做延伸。OK， 那这可能也是陈佩琪会很担心的地方，所以他现在才要很主动去，希望把炮火引到他自己身上。姚明，有接触过不管是蓝营的一些的支持者，或是刚刚讲到小草的这些，对于这个议题，那会像刚伟航讲，这个议题对于有一些小草来讲，真的会有很大一些的影响吗？就是那个拿300万啊这些的事情。那因为你讲蓝白合的要角，我们先不讲黄鸿昌那些。柯文哲绝对是蓝白合之间非常重要一环。如果他交保，或是他有没有被判刑，或是他有没有这些事，对于蓝营的支持者怎么样看待他们，一定都会有一些相关的影响嘛。那如果像这样的话，那你自己接触到的或是你看到的这些资料上面，你觉得会是怎么样？而且现在媒体上报道，大家的眼光已经放到2审去了，1审都还没判，大家眼光已经放到2审去了吗？我们先讲这个2审为什么会变成一个焦点，是因为8月底下礼拜这个检察官的调动，对，那就是说原本这个所谓科案的，包括这个江振玉主任检察官林俊彦检察官这个唐仲庆有的要升官，有的要转任法官像江振玉检察官他主任检察官他就是要到高检署去做检察官，对，那他的审级就往上，对，2审，那就到2审去了，对。而过去因为刚好有一个案子叫马英九的3中案，过去他就是一位主任检察官升到这个所谓的高检署去做，然后那位检察官叫陈韵如，那他在3中案就是代表高检署力挺，所以他是一路从1审跟到2审去，因为他最熟，对，所以现在他们这样的安排就被认为说法务部也就埋好了这个梗。我已经摆了一个人在2审的审理，媒体的解读啦，就说因为有潜力了所以呢，到时候2审，反正到时候就看嘛。如果到江振玉检察官真的去力挺，那就对了嘛。那如果没有，就说后来没有这样说。对啊，这是媒体的写法。OK， 那当然现在因为科案的这个所谓金华城案，原本负责侦办的这些检察官。他们有一些这个调动包括我们刚刚讲到林俊彦在新北然后唐仲庆要到花莲等等的，他们有一些这样的调动。那自然而然，他们手上原本的案件，还有刚刚我们提到说还有另案像包括那个财产来源不明包括还在侦查中的像什么那时候我们去年也讨论很多什么南港转运站的 BOT 案北市科雨果市场雨果市场这些都还在侦办阶段，那总是要交棒所以他们就讲有点像那个以前我们讲特侦1班、特侦2班，现在也变北检的中组2.0也要成型OK， 当然我认为这个你在这个北检，他总是要有人把这些案子延续下去啦。不过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这个2审的部分，我想恐怕还早啦。还早了，其实现在才8月，对啊，目前看起来可能要到明年，明年，所以那个应该还有一段时间。不过刚刚小武哥问到说，这个所谓的柯文哲300万这件事情，到底会不会对对蓝营或对小草？其实我也是因为看到他，因为这是他的脸书自己。因为他们有一个，对，他们有一个那个叫做听庭小组，就是他们要去听法庭，然后会把柯文哲的原话尽量把它原始呈现，甚至之前还会做影片，然后还会用成 AI 的那个声音，然后去把那个他法庭上的讲话然后重新那个还原，要让支持者觉得我阿北还在我们身边嘛。那
那天如果柯文哲，因为我不在法庭上，那如果按照他们这个讲法，就是柯文哲在现场就是这样讲的。那如果柯文哲在法庭就这样讲的，不管有没有这篇脸书啊，法官、检察官什么都听得到、啊，都听到，对，那就实质上就是那样，只是说因为他们以前在法庭上面听到柯文哲讲什么，都会有文必录，那如果这一次我去做了一些删减。如果假设没有道理，对，就没道理。某种程度你就要讲说，民众党也蛮诚实的，就是柯文哲在法庭上面讲什么，他们就会把它不管有利不利都对。那这是柯文哲在法庭上的攻防的这个叫做辩词我们这样讲，就是因为他辩方嘛，辩词。那这个辩词到底是对他有利或不利，我觉得我们就交给法官去判断。可是这个300万确实我看到的是有民众党，而且是民众党的党代表的层级的人是认为非常不妥。因为他认为这个就是违反了刚刚义善所讲的那个公务员廉政公约，不只是廉政公约，就是说你那个身份可以收这笔钱嘛？没错，就是这样。不管今天是要捐给谁，那当然他也我相信啊，那柯文哲的想象里面就是说那个是以后我要成立什么卸任办公室啊，那是以后用的啦，然后那个钱放在那边可能是以后才用，没有，你那个是市长。那个你的身份就是这样，所以我说这一块当然它不是，它跟金华城案是两块，它是在政治现金案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当然我们后续就看怎么去因为这个大家会在乎的是，尤其是对于政治上的波动，对于不管是蓝营的支持者看待，或是小草的支持度，会不会因为这个会开始心里面会开始打上一些的问号？当然这个我还是强调，就是说对柯文哲来讲。最主要的战场还是那个，为什么那个 Excel 档那么重要？因为它是跟金华城案连结，是那个案子，那个判起来才可怕。对啊，那个1500那个才是这里面的最重要的。政治现金了不起就是没有申报，或者说你的这个私德有一些这个瑕疵，好，然后呢就没了啊。所以你要说什么公益清账或什么，可能也许以后看这个法官怎么去认定。可是如果今天我觉得啦。刚小虎哥讲到一个关键，现在开始讨论会不会交保这件事情。那对政治的效应来讲，柯文哲很有可能，如果在10月以后，真的交保出来，请问10月的时候，我们的政坛在讨论什么？国民党党主席。然后呢，那个时候国民党党主席选举的主要讨论的题目叫什么？蓝白合。那这个时候柯文哲就会扮演，他有可能发言有可能对这样的议题发声，甚至他可能会去一些公开的场合。当然，我认为他可能公开活动不会太多，因为他交保一定会有一段时间可能也许比较低调。但如果他今天有公开行程，比如说假设我随便举个例比如说那是一个光辉的10月啊，搞不好有什么国庆啊，什么样的活动啊，或者什么他想要去参加台北市升旗可不可以？类似这种，然后被媒体读到，我问他说你觉得蓝白合怎么样？他一旦表态。如果他的立场跟现在的民众党的主要的主轴是有一些不同的时候，哇，那不得了了，两个太阳的那个所谓见缝插针就会出来。那当然，如果意见一致，他说很好啊，我也支持黄国昌去新北，然后呢看蓝白怎么整合，那当然相对来讲就不会那么有问题。可是关键在于柯文哲本来对这些时事议题是没有话语权，就现阶段因为他收押嘛，可是一旦交保，他的身份。他的意见都会被放大，而这就会变成未来蓝白合，我认为是变数了。为什么？2026也就算了，请问2028到底现在有人直接拿了那个卢昌配，很抱歉，你把柯文哲放哪里？对不对？所以我说很多人期待那个民众党的支持者说我们要救小草，救阿北，救阿北了。那救阿北到底是要他交保还是要他无罪？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交保不等于无罪可是对很多小草来讲，我先把它从羁押的状态解除，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进展。可是这个进展有可能对整体来讲的政治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变数。如果要是讲说柯文哲前主席的交保会有这么大的一些变数的可能性，来梁军，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面，包括白银像黄国昌主席他们不是丢了要修正刑事诉讼法这些。那包括羁押的一些要件，这些在这个过程呢，这件事情一出来，就引起大家非常多一些的讨论。包括今天连法务部都已经直接出来，那态度看起来非常的强硬。那你们自己好，从刚才那300万的那件事情，一直到现在修法这些，整体你们怎么看？我觉得先讲就是说黄国昌现在在立法院所提出的刑事诉讼法的修法，我们先从法的部分来看。当然，现在大家都在质疑说，在这个时间点提出来，是不是为了要救阿北？
黄国昌现在在立法院所提出的刑事诉讼法的修法，我们先从法的部分来看。当然，现在大家都在质疑说，在这个时间点提出来，是不是为了要救阿北？那但是我们先讲，他跟你说都1年了，怎么可能？对，他说怎么可能？哈，他就说我是为了公平正义，我是为了基本人权，我是为了不要这些检察官来滥用这个羁押的理由。可是实际上，这个民众党最喜欢讲说科学、理性、务实。那我们从科学上来看好了，就是说以数据上来说，按照去年大概全台侦查的案件大概有67万件左右哦。那其中呢，检察官申请羁押的案件大概有11000多件。然后里面呢，最后因为还要经过法官，那法官最后呢准许羁押的大概是8900多件哦。那所以你说，这个声押就所谓最后羁押成功的比例有没有很高？其实并不高，大概1%左右。那你要讲说好，那这些羁押成功的获得羁押的这些案件里面，又有多少是因为黄国昌所指称的，他现在认为检察官将这个勾串共犯或证人的事由滥用，里面又有多少的数据是因为这样子而羁押的？其实更进一步的没有详细的数字，也就是说，黄国昌他在提出这个修法理由的时候，第一个是确实我们从这个羁押比例来看，其实并不是大量去羁押这些相关的这些嫌疑犯，但是呢，你看到说黄国昌要去提到勾串共犯或证人的部分，到底实际上的数据是如何？我觉得现在是打上一个问号，是没有数据来去佐证他这个修法是确确实实在司法的实务系统里面应该要被改革跟被改变的。那再来就是说，黄国昌他就不断的提说呢，检察官经常刻意保留不传讯特定的共犯或证人，再以有重要的共犯或证人没有到案为由来申请羁押，所以他认为这个是检察官在滥用这个羁押理由。可是实际上案件数在哪里？那如果你认为这个是有疑义的话，那实际上它是执行面的问题嘛？那你不能在执行面的问题，然后你就要把整个制度通通拿掉，那就是在这个。倒洗澡水的时候，你就连婴儿一起倒掉了嘛？而且实际上，检察官进行声押之后，最后还是要有羁押庭，最后有法官保留制度，最后来去决定到底要不要羁押，以及检察官所提出的羁押事由有没有符合相关的要件，法官审查所有的最终之后，再来综合判断。所以你说，第一个是黄国昌，他作为法律专业人士，他提出这一个刑事诉讼法的修法，老实说，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惊，觉得很可怕。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大家知道说，这几年来大家对于诈骗的这个案件实在是深恶痛绝。那里面呢，其实我刚刚讲到的这些8900多件的这个羁押案件里面，准押里面，其中有将近超过5000件是有关诈骗集团的案子。也就是说，在以诈骗的这个所谓的集团犯罪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口供跟证人。所以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刑事诉讼法里面提到的其中一个羁押的事由，勾串共犯或证人，是这个理由，在现在来去追查这些诈骗集团，它整个共犯结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黄国昌他现在要去修这个刑事诉讼法，他如果真的是为了阿北要来去修这个刑事诉讼法，要倒洗澡水把婴儿一起倒掉，我真的觉得非常可恶哦。因为接下来这个刑诉法如果真的在立法院里面修正通过了，最后痛苦的是谁？痛苦的是全民啊！因为接下来恐怕检调他就没有办法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去追查这些共犯集团。那再来就是说，国民党的立场，这也是接下来大家在立法院要观察的。你要直接问民众，对啊，就等一下明贤哥可以回答一下。我们在议会，我们没有进入立法院啊。对啊，但是我们还是想要了解一下国民党的看法嘛，你们一定也有讨论嘛。那就是说，现在进到立法院里面去，这个案子当然民众党只有8席，他如果想要通过的话，势必得获得其他政党的支持。那国民党里面的人是不是都认同呢？尤其国民党里面有检察官出身的吴宗宪委员，过去他其实呢，在这个大家在讨论说柯文哲的这个被羁押，那法官到底来裁准羁押有没有道理什么？当时他其实也有发表他一些看法，他是说反正就是符合相关的要件，那这个只要程序都正确，这就没有问题。所以你现在出现这个状况，国民党会全力支持吗？这是打上一个问号。所以
黄国昌现在搞这个东西的理由是什么？当然前面大家讲说阿贝发了一个文，讲说哦他真的收了300万，然后陈佩琪出来，然后黄国昌又抛出这个修法，我认为就是要全部的转移焦点啦，就是把这个阿贝有收300万的事情嫌疑来想办法转移焦点洗掉。那但是呢，我又会觉得说这个洗掉的方式又感觉是在害阿贝，因为呢现在黄国昌所提出的这个东西，其实大部分在社会上大家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会觉得说啊，你这个嫌疑犯，你有可能出来之后，你再去跟其他的共犯或证人来去联络，然后这样子我就要把你放出来，所以我觉得在社会上是没有办法被接受。所以黄国昌第一个，我认为他可能会再转移焦点；第二个是我从头到尾并不这么觉得他是真心想要救柯文哲出来啊。所以在这一些案件上面，他美其名是为了救阿北，但实际上呢是想要让柯文哲的案子更挑起社会上的敏感神经。现在他连诈团都要挑起敏感神经了，所以到底国民党要不要跟民众党一起起舞，然后来将这个刑事诉讼法来去修正，然后来让诈骗集团乐走天下呢？我觉得这接下来是国民党要面对的问题。来，明轩，亮君刚刚讲法其实不是见缝插针而已，而是一把刀直接插过来，希望蓝白彻底分家，从此分道扬镳，从此立法院就老死不相往来。可是实际上是这样子吗？现在不论从基层的氛围，还有蓝军感受的氛围里面，当然杨幂有特别提到说，可能阿北之后交保之后可能阿北对蓝白合跟黄国昌的想法会不太一样。可是从我目前感受的氛围，老讲原先蓝白内部对对方，譬如说合作的方向，确实有些不同的声音。可是在这次的大罢免之后，蓝白就是如兄弟之邦，就绑在一起了就这样子啊。虽然五哥有点不太认同，可是我没有大方向。我在节目讲了800次了，从726是蓝白之间的合作，你可以看得出来，823一定也是这样。对，甚或国民党的来宾大部分几乎都会直接讲，2026、2028没有考虑。一定就是蓝白合，对啊，就雷劈不散，风吹不倒，就是说大概这个味道。所以你在厕所里又跟黄国昌问到新北市的事情，就没遇到了啦。他也不敢一起尿尿。可是亮君的意思是说，蓝白合基本上大家都知道，这个一定。你知道这叫胜利方程式，当然会这样往下走嘛。亮君愿意说，可是立法院你们的合作蓝白合，我讲可是这个你们会挺吗？这个当然是对于说整个司法制度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嘛。那就说当然会造成它的冲击啦。可是我不认为，就说这是为柯文哲一人量身定做了你说修法通过之后，3读通过之后就过去都适用或怎么样一体适用，我觉得黄国昌自己学法律的他也懂了。那第二个你说这件事情是在帮诈欺犯所有诈欺犯解套吗？也不是嘛。就说，当然，保安部今天出来强力回击了，说大概接近9000人羁押里面，其中有4800多人是诈欺犯嘛，所以实际上说诈欺犯是有必要这样。老实讲，刚刚一直大家在 argue 一个问题，说不论是小草说要救阿北，救阿北是让阿北出来，还是要让阿北无罪？老实讲，他们所谓的定义的救阿北是说让柯文哲受到司法的公平对待、公平的审判啦。譬如说刚才讨论说收政治现金。到底是贪污，还是说他是违反政治现金法？政治现金法是刑事法，那罚钱呢，跟监察院的申报的不实啊。比如说我如果有人端300万到亮君的办公室，端到我的办公室里面，会不会心动？会啊。他说可不可以在现有的法律嘛？你拆成10笔好了，或选举的时候再来卷，就类似方式嘛，就说不要违反政治现金法吧。所以。像我遇到我们来基层就想说，阿北到底这300万是让你坑你自己的口袋里面，放到自己的私人的口袋里面，还是拿出来给党来公用，或者民众党的装潢所用，为公而用，或为个人而用，那完全不一样哦。所以这是一个刑法里面认定了贪污，还是另外一个违反政治现金法，这完全不一样哦。所以刚刚亮君来问我说，这个法案昨天包括很多立委，包括吴宗宪委员，他们是相关我暂时不回答。为什么？涉及到这么重大法令来修改的时候，你党人大会要讨论嘛，内部要讨论嘛。而且黄国昌修这个法是说他真的要冲击这个制度，还是说我一个象征意义说我就凸显说你的司法制度不公啊？比如说好，你刚刚讲诈欺犯被羁押了接近有5000个嘛，他是要凸显你诈欺犯就等于爱乖。像很多我遇到我们基层，包括甚至白银的小草朋友也在讲你中文字嘞。中文字你想说放得出来，诈欺了4亿5亿元结果法官来帮他交保之后还解除缴疗让他出去。然后讲你说要怎么样说羁押的要件是怎么样？说有没有勾串，还是有没有串供逃亡之余过去很多都交保出来加装电子缴疗嘛，或者
电子脚镣跟大家解释一下了，希望我跟亮君此生都不要用到。也有人提到啊，电子脚镣出来之后，我知道这个5哥应该你的那个里面当事人也有嘛，也有人提到说电子脚镣交保出来哦，他也希望解除电子脚镣。你知道他提出的理由是什么？装了电子脚镣泡澡会漏电。真的啦，就有人说当那个就说某位民代啦，后来因为就说交保之后，他说医生说我身体不好需要常泡澡，可是加了电子脚镣，每次泡澡的时候可能会漏电，而且对健康也不太影响，就这个理由上去之后就被驳回了。这是什么理由嘛？电子脚镣大概蓄电的话要10几个小时啦，要定期要充电啦。我不晓得，我希望我们此生之余都不要用得到。我不晓得，我希望我们此生之余都不要用得到啦。只是说你如何让它交保出来，或者说你如何有羁押的理由，就勾串吗？所以是这样，回到原点了，说就阿伯还是要说受到司法公平的对待，而不是说押人取供啊。大家讲说1500。刚才讲说证据保持有没有干净？说你到底是说后来填上去了，还是怎么样？你对蓝军或对很多小草也认为说你1500你的和某时某地就是被人家质疑嘛。如果你有一刀毙命譬如说我采分人又收1500，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嘛。所以这个案子为什么会让人家说，包括很多蓝营或白营会质疑，就说你的证据力到底在哪里？还是要压到某年某月，压到什么时候才能出来？所以这个事情到底是司法还是要证据，还是两个都混在一起？这是司法案还是政治案，还是两个都混在一起？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的话，你说这件案子会不会影响到蓝白合？我就包括从提案，甚至即使阿北出来都不会影响，而是对于目前的司法制度，阿北能不能受到司法公平的对待，关键是在于这里了。明显你是去主持那个反霸或是那个和山研一的场子？不，我上礼拜有点感冒了所以是因为有点感冒。我以为你是去主持那场子，照着声嘶力竭的。有主持了，所以上去喊会比较严。OK。不过其实刚明显讲，明显你刚才字里行间有一段，你说如果真的有人要捐300万，你也会跟他说那不违反政治献金法。没有，我没有这种朋友。我知道，我说如果啦，那是不是可以拆成就符合政治献金法的一个样貌的方式或什么？我就说政治人物也许有人当这样的时候，多多少少要想到的是法律上这些。这个问题就出在那为什么柯文哲连这个想都不想，就直接踩个飞轮，就直接收了？好，第一个或许他没有注意到，我觉得第一个啦，我也听我们很多朋友，比如说有在收政治现金，我自己也有在收政治现金嘛，就说我们的党内的长辈的讲这件事情，说他帮党募款，还是他帮其他候选人募款？比如说谢国樑那一笔，我也听党内的大佬来讲说，他是帮一个立委还是县市长候选人，立委啦，帮他募款之类的，所以他是第一个，他是以柯文哲的身份募款，还是以民众党主席的身份募款，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可是不管再怎么样，确实啦，你收了300万，跟现有的政治献金嘛是不符的。是这份到底是你是涉及违反刑法，还是涉及违反政治献金法？就是行政法，那是完全不一样，就刑度也完全不一样。这样不错。起定那个当然公务人员市长更不用说，市长绝对不能收钱嘛。那他身兼党主席，他可不可以做政治献金？可以。人家有没有留名片？可以。一般来讲啊，政治人物的处理，如果你要收受这个政治献金，你就会把这个名片交给党部的会计人员嘛，你去联络那个捐款人，要开怎样的收据跟发票嘛。那另外就是你的钱一定会进到所谓的会计人员，进到所谓的民众党的政治现金专户里面。如果你说你要修你的办公室，也可以指定用途哦。你是党主席，当然可以指定用途，你直接从政治现金里面拨款修你的这个办公室就好了。为什么柯文哲你不这么做？你以为很麻烦啊？不会啊，打一通电话给会计人员说，名片在这边，钱在那边，你给我收走啊，你去处理，马上人家2个礼拜、3个礼拜可能都处理完毕了。问题在柯文哲为什么不做这些后续的动作？而且不止一个哦。谢国樑那200万，人家出来说的是说要捐给民众党啊。
而这个钱，民众党至少民众党到现在没有跟大家讲，他有收到谢国良他妈妈的200万哦，也就是说，也就是没有进到民众党的政治现金专户嘛。可不可以捐200万、300万？可以，当然可以。政党可以收企业捐款，而这些人，我讲白一点啦，这些人都大头家啦，看10几间公司啦，咩啊管拢会当。但是为什么你柯文哲这简单的代志嘛，免你自己处理的代志，你不还叫民众党的会计人员去做相关后续的处理，而直接钱就自己花掉了？维航，请问一下，除了刚刚大家讨论柯文哲以外，馆长这一趟去中国大陆到底？那个结果你会怎么样去评断？他又讲400万，亏了400万，又讲说人家封他为爱国英雄啊，什么什么的。到底你觉得他这一段，如果在你的评论的角度，整体来说，我们先分2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就是他原本就是说我这趟是去试水温，要去做生意的。那做生意的这个目的显然到目前为止是失败的啊。他想要去开频道，在哔哩哔哩啦等站开频道。那他们也有一些在直播上面的限制嘛，比如不能有大面积刺青啊，不能讲政治啊，不能有污言秽语啊，就是不能有不良示范啊。常看中国东西的就会知道说无不良示范啊等等的这些标准他过不去。当然他认为还是有一个关键，就是台某某的我们不知道是国台办的台办还是台独的这个标签，使他变成了特殊的分子。那这个身份问题，他经过这个努力摘不掉，所以。刚刚的这个陆委会的记者会啊，梁文杰也有说啦，就是馆长可能努力还不够啊，可能要再更努力啊，这就是没有达成目的，再加努力了。那当然，馆长他自己描述的内容其实也不见得贴近事实啊，我们只能从他的蛛丝马迹去判断，到底是不是这样？比如他提到了几个点。原来他在前天的直播，他里面提到我再也不去了，但后来又说其实不是再也不去，他只是说这样去了也不会去第4次啦，但是呢，可能还会用其他的身份，不一定，因为他回到机场立刻就改变说法。同样的像他说他这2次巨波赔了400万，那理论上他的斗内的金额是蛮高的，不至于会赔到400，因为他去一趟大概是花200万左右，就是帮安排所有人力行程。依他的斗内进来的数量，应该是可以回来一些，但不至于能够完全回来。他讲话比较夸张一点，那是不是所有生意都做不出来呢？那我是有听到一些，就是真正是有在两岸活跃的人士，他们的说法是，对岸不允许馆长直接自己去开，但是你可以用代理人的形式，就是你在那边有在地的就是中国人去开一个什么，然后邀请馆长以来宾的身份。这样是可以的，但馆长不愿意，他要主控权。那在中国，这就不是一个能够做生意的方法。但重点在于说，这一次馆长去，他很在意一点，就是流量到底有没有。那绿营的一些这个不能说车衣网军，就是一些网红，他有观察到馆长的直播有瞬间爆大量了就是本来只有2、3万，那瞬间爆6几万，那下来这个数字有点奇怪，是不是有买粉丝的状况？但是呢，在网络上有一些所谓的爬虫软体他有去爬到，我们先来看馆长的现形。那这个我要强调前提要看他这个就是软体，他在抓取数据的时候是不是抓得非常精准。可以看到馆长的这个现形，在这最近的1个月有很明显的下滑。馆长几乎是天天都会开的。他去深圳更是1天多开。那在1天多开的状况下，你理论上你数据不会这样下滑，只能说可能是在机器在抓取的时候，有一些它抓取不到流量。什么叫有一些它抓取不到流量？我觉得这是解释很刚好。你应该说可能是灌进去的网军没有抓到，也可能就是单纯它有一些来自全世界的流，我们台湾的观察站没办法去抓到，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呢，重点在于说它接下来特别是尾巴非常的低档，刚好对到一个状况，什么样的状况呢？就是柯文哲的这300万，从8月18号开始就是一个相对的低点。同样的状况也出现在黄国昌的现形，那在黄国昌的这个现形里面，你可以看到，在8月18号的时候就非常低，但黄国昌是1周1开所以光就直播数据来讲，可能是递延的，我们之后再来去观察。但总而言之，在这些数据可以明显发现到一个事实。就是民众党的所谓小草，政治上判断为小草的活跃度迅速降低，国民党的还有在持续在活跃，但是小草的活跃度迅速降低。那第一，
不见得是因为818之后柯文哲那300万，而有可能是馆长的这种亲中的行程，小草本身不认同。因为在馆长回来之后，也还是有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小草的，在不能算网红，说或者你用一个词叫微网红，大概500到1000关注的这些小草的这个小型意见领袖，他们都有在抛出一个议题，就是馆长这样的行为，就大家认同吗？就是有点诉诸公益的感觉，也就是说又回去。再有点回去，我们之前上周就是黄光芹抛出来的议题，黄光芹问黄国昌嘛，馆长的那个想法是你的想法，黄国昌说，民众党的这个中国政策议题以我为准，当时被视为切割，所以有过一波交锋，不过事后就稍微压下来。但是现在这个议题会不会随着馆长回来台湾，那又被掀上来？因为他这一次去。反而证实了原来人家冷嘲热讽说你这个去那么热脸贴冷屁股也没有用啦，去中国你这个绝对不行啦。今天馆长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印证了这一点，我觉得这一种后续的这种退潮之后的心理效应才是更值得观察的指标。明显可不可以简单讲一下蓝营的支持者对馆长的，尤其是这照中国大陆去说的这些蓝营的支持者，大部分是支持的吗？还是反对的？大部分是倾向支持啦，因为对于说馆长过去包括在罢免的期间，全力相挺的。那对于说他的两岸论述，除非啦有一些真的比较讲的比较 over 的那一部分比较不认同之外，其余大部分大方向是支持的啦。所以说馆长说，只是说馆长毕竟对蓝军来讲，馆长跟黄国昌跟民众党还是切开来看的。OK， 黄国昌还是一个民众党主席，跟民众党跟馆长之间还是不一样。蓝军的支持者很多看馆长还是认为说他比较像一个网红，而不像一个政治人物所以并不，我觉得很多蓝军当然民党很多朋友很喜欢攻击馆长，可是对于蓝军的支持者来讲，他并不是说用政治人物的标准去检验馆长，可是民党老是用政治人物的标准去检验馆长，那变成馆长就被限缩了嘛。我觉得有一些其实说你把它当作说像艾丽莎莎一样的网红，是说他可能是他可能声量更高，类似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比较单纯。OK， 其实明贤应该算是政坛新的芙蓉王了，因为明贤在节目专访完讲了川博可能会在最晚在明年第一季就会表态，以后川博第2天就表态。没有啊，川博还把年代的民调传给我啊。不是吗？你才讲说他最晚在，你是说明年第一季嘛，对不对？对，本来都是说，结果没想到你讲完，他第2天就表态，他就直接说，他要承担，如果到了什么明年啊什么，他也愿意承担。但小玉来问一个简单的数字，我问过黄仲嘉这个问题，10跟30哪个大？30啊，30啊。那蓝跟白的支持度，蓝的支持度高还是白的支持度高？蓝的。那你觉得现在是蓝营带着白营走，还是白营带着蓝营走？白带着蓝走。那10跟30谁大？30，好可怕！没有，这时候就要讲不是这样不是支持度大的可以带领议题对不对？是嘛？就大家从政党支持度其实是很明显的看出来，因为民进党跟国民党毕竟还是国内的2大政党，那白营当然也有它的支持度，大概10%或多一点这样子。但是在最近一波，不管是你说是从蓝白合以这样走到这，你讲川博跟黄国昌的这些所有的议题，你不觉得都是白营在带着所有的议题往下走吗？确实啊，因为第一个是黄国昌本来就是声量王嘛，他就是直播声量王，这个是无可厚非啦。但而且是黄国昌先表态嘛，那我觉得明贤之前讲的没错啦，他就说事实上我们都难得你认同我怎么用白眼看你啊？事实上，就我们了解，就是说李世珍本来就打算在明年这个他再来宣布啦，因为他自己也讲过很多次，其实我有听在地的议员讲说，其实他在跑那个反罢免的时候，他就有跟在地的议员讲说，其实他是要选啊，那为什么他就一直隐隐就一直不表态？最主要他是不想要给这个蒋万安造成困扰啦，因为他一旦宣布表态，那我相信包括亮君，我不知道就是未来他们可能在议会就会可能会有人攻击啦，就会说，那你都要宣布要选了啊，那你心仪一定在台北市啊，那你不赶快辞？这你讲清楚一点，赶快辞。
哦，赶快辞，赶快辞，你讲清楚一点嘛。就是你的心可能已经不会在台北市了嘛，因为你就是要选了嘛，那你就赶快辞一辞啊！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些在野党的议员就要开始逼迫他嘛，所以这样子就会造成他一个尴尬，或者说蒋万安的一个尴尬了哈。所以就是我认为黄国昌这么步步进逼啊的，这就是只好让这个李四川就提早表态了哈。那其实就我了解啊，其实李四川也不是就是说这么快要表态，重点是党内的压力很大啦。就他上礼拜不是有参加，就媒体有报道嘛，参加一个金兰会。其实金兰会没有什么神秘啦，他们就是当时的就是新北市哦，他们就是几个这个像以蒋根煌为首啦，蒋根煌是金兰会，就是他们兄弟会的大哥。那老二的话，就我了解是李乾龙。老二是那个蔡景贤啦，叫一个叫阿爸的那个新北市无党籍的议员啦哈。那老三是李乾龙，老四是李四川。那他最小的我记得是张俊啊，他们就是有个兄弟会，然后会定期的聚会。那在里面呢，其实他们就是固定每个月大概都会聚会啦。那就是说里面很多人就是会给李四川压力。那事实上蛮多人，我还知道有民进党的议员哦，还也都打给李四川哎，干嘛？就一直跟他讲说，让他出来选。就是会问他的意思啊，就说，哎呦，那个黄国昌都已经步步进逼啦，你再不表态的话，古一万后然后旁倚，人家都已经亲门踏户，大概都会有这样子啦。那李四川他的回答都是一样，都是拿那个年代新闻的民调给议员看，这就不言可喻嘛。但是就我了解，就是说他党内给他压力非常大，包括蒋根煌他也是议长，他也要自己要选啊。那所以他们会认为说，哎，你母鸡一直不表态，那现在整个声量都被黄国昌带着走，那事实会不会影响到一些比较摇摆的一些支持者？那如果说整个被黄国昌给盘走的话，那其实要再回来就比较难。你不要讲现在的政治或是现在的新媒体时代，这种东西的翻盘，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不会怎么翻呢？一个是啊，一个是啊。光讲黄昌在所有的这几次看到的那个民调，几个月以前那一波，跟这次这一波差了多少？对于所有政治人物的话，必须要认真看待。对啊，最少差1倍。而且他还有一个好消息，至少他现在的民调已经赢过刘和然了。他之前才10%还输刘和然他年代的那个民调。他已经赢刘和然了，所以当然就是对李四川来讲，如果他在那边赢完再不表态的话，哇，那他的这个是不是被逼近啊？哈，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年代民调大家也都分析过很多次，就是说这个对黄国昌来讲一定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其中最重要的2个点嘛，一个点就是说我就算蓝白合，我就是让你，我蓝的就不提人，我让你。你也不会赢啊，你也是输给苏小慧跟林右昌嘛。那第二个就是说你在细部的民调看，他对于一些深蓝的选区，他连汐止他的本命区汐止他也输给刘和然，他中永和新店也都全输啊。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民调对于黄国昌来讲，确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打击啊。他的本命居汐止他也输给刘和然，他中永和新店也都全输啊，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民调对于黄国昌来讲，确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打击啊。那最后要讲啊哈，就说那你现在就我了解，就是说国民党看起来很多人讲说哈还有侯友宜是关键啊，那又开始拿侯友宜跟李四川来做一样情节。但是侯友宜今天媒体有报嘛，他就讲了5个字嘛，他说能赢最重要嘛，这个是一定的啦，这是一定。那你说侯友宜跟李四川的余量情节会比侯友宜跟蓝白的那个伤害会来的哪一个来的大？那当然是蓝白和君悦饭店那个伤害是来的大啊。所以2个比起来，我再怎么比，我还是会去支持李四川啊。你黄国昌，我一看到你就想到哇塞，是君悦饭店这边搞我这样子，对啊，被搞成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用再这个做文章了啦。那最后就是说，他们应该是不会有初选的，就是最后就是李四川跟刘和然比一个民调，那你看谁赢谁就出现嘛。所以杨明刚才讲那个数学，你直接回答那个就是那个支持度不见得代表那个所有的政治氛围或是所有的现实。而我刚刚讲那个现实，它会出现。刚才小玉讲，你说年代民调那里头的那个细目分析里面，蓝营支持的比较算是蓝营优势区。黄国昌的支持度基本上并没有，好像感觉上也可以拿到非常高或什么，是不是表示某种程度？好了，有人说823，因为毕竟还有一个823在，大原则大家要和，可是总是有一些蓝营的人还是会觉得，为什么老是人家在带着咱们往前走？那所有的议题都人家弄，要骂民进党，怎么也是人家在骂，我们自个的人到底都跑哪里去了？会这样吗？不过老实说，像国民党这种叫做大象等级的
这个政党就是他的传输神经比较缓慢，很多议题都想说时间还没到了，时间到了之后再说嘛。大部分都很多很传统的蓝营的政治人都是这样。黄国昌某种程度，我觉得那个许淑华县长形容的很好，那个鲶鱼效应，它会让整个蓝军突然快速那个叫活化那个就是丢进一滩死水，哇，旁边的动物全部都活起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次，我觉得这个新北就是我记得前几天我跟一个朋友我就说，黄国昌扮演叫加速器他不见得能够成为那个共主，但是他这个议题一抛出来，所有人都会紧张，然后呢，所有人都会我们蓝军赶快整合啦。我觉得这个效益是很强的，所以但即便他能带领议题，但不代表他能代表在野。我想这个还是两个不同的差别。所以尤其年代的这个民调很明确的是李四川最强，对，那是一个大家都有的共识。可是像你说对黄国昌，他当然也有一种鼓舞的效益，因为你会看到，不管是对林右昌还是对苏巧慧，泛蓝阵营支持黄国昌的比例高很多，达到这个好像是60%，等于说泛蓝阵营对黄国昌的接受度，那个就叫我把它统称为这个叫蓝白合的这个红利了，就是说黄国昌现在吃到的就是蓝白合的红利，可是不足以让他翻盘的主因，就是因为黄国昌对很多尤其深蓝的还在观察他还没有办法真的打进蓝军的社群，只是因为从去年的国会的磨合到今年的罢免这个合作，很多的蓝营的，尤其是那种叫做恨铁不成钢的蓝营选民，他们对黄国昌有一种你修理民进党修理的真让我痛快，他们很期待蓝营也有这样的人啦，所以我说这个某种程度，黄国昌填补了蓝军现在没有办法给很多蓝营支持者的那个叫情绪价值，可是如果蓝营比如说当李四川表态了，当所谓的正规军进驻了，就是说进占这个所谓的新北这个选举的议题的时候，黄国昌搞不好就不容易再去凸显他的角色，因为大家都要知道，新北在国民党已经从2005年周习伟开始，这个从台北县的时期已经连任到今年是第20年，那这第20年里面呢，国民党没有低于50%的得票率，最惨的一次朱立伦第2任，那时候2014年被这个游锡堃逼出一身冷汗，朱立伦得票率还是过半，所以我说在这个新北这个盘对蓝军来讲绝对有优势，可是一旦白银是没有整合的状况下，变数会多很多。OK， 亮君会觉得吗？有很多事情大家都讲，尤其在政治人物或政党之间的合作，对了，你们有经验嘛，对不对？民进党跟柯文哲合作，跟柯文哲合作过，对吧？这些，所以有很多绿营的一些朋友都说，好，我就看你们蜜月期有多久，我看你们的，甚或有一些名嘴，像譬如康仁俊或者什么，会直接说蓝白破局，那那个时间即将就要到，什么类似很多这些，那你会怎么看？我觉得现在有另外一个因素不确定的因素是什么？是柯文哲。对，就是说到了今年年底，不知道 maybe 柯文哲出来之后，对交保之后呢，那他会不会在蓝白合之间掀起怎么样的波澜？因为这代表说，这个整个蓝白合的议题跟走向，并不是黄国昌一个人可以主导的。那如果柯文哲放出来之后呢，在接下来的政治议题上面，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了，柯文哲在上一次这个君悦饭店事件之后，他其实是很不开心的。他认为这个，当然当时的民众党认为国民党这个，他也不开心。对啊，刚刚说侯友宜也不开心，这大家都不开心嘛。所以君悦饭店到底谁开心？君悦饭店比较开心，因为有租到他的。君悦饭店本人最开心。所以我觉得在。变成说会，我觉得可能会勾起柯文哲在当时他觉得这不是很愉快的回忆啦。那所以到时候蓝白合要怎么继续往下谈，这其实会是我觉得是蛮值得去观察的，因为你变成说这个黄国昌虽然柯文哲变成黄国昌现在是实质的党主席，但是问题是柯文哲如果他对蓝白合有意见的话，我认为啦，这个大部分就是民众党这些支持者是因为柯文哲才来去挺民众党的。那黄国昌这1年多来这么努力，想办法要把这个柯文哲支持者转成自己的支持者，但是我认为柯文哲其实只要出来之后一声令下，大家就会全部归队了。那如果归队，当柯文哲跟
黄国昌的路线在蓝白合的路线跟距离上面有不同的话，那我觉得这就是增添蓝白合接下来的变数了。在2026，我觉得2026当然在过去的县市选举其实都有蓝白合有合作过的先例嘛。那但是对于柯文哲而言，我认为他自己也会思考2028这个事情是不是就要黄国昌鬼话旁体啊？那当然，他现在这个身上有非常多的官司，但是我认为柯文哲他仍然还是抱持着这个大卫的梦想哦。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一定也会为他自己打算。那到时候民众党的两颗太阳，这就是为蓝白合投下一个不确定的因素。那明权。我觉得说，不论刚亮君讲的，其实都还是在属于小李飞刀见缝插针的一个阶段。不过，我觉得亮君或很多包括民党的朋友可能低估一个，比如说，从新北市长来讲，然后当然民调出来说，感觉好像黄国昌吃得到蓝军朋友的选票，所以黄国昌的支持度是高于民众党目前的一个支持度哦，代表黄国昌是吃得到蓝军的选票，蓝军的朋友支持他嘛。可是同样，你看李四川的支持度也是高于国民党的政党支持度啊，所以李四川不是只有蓝的选票而已，他也拿到白营的支持嘛。那为什么蓝白之间的基层支持者都愿意支持黄国昌，也支持李四川？在于说新北这一局蓝白的共识不只是赢啦，就说前提是这样子啦，你要反向来思考，不能让民党赢走。就跟罢免一样嘛，你罢免为什么那个726这样，就说不能让民党赢嘛，所以就是说，因为有民党的存在，导致蓝白要合作了，就是这样，所以蓝白之间有没有矛盾？一定有啊。可是，在选举的过程中，罢免到明年的选举，甚至我认为合作会到总统大选了。就如何把威胁极小化，把机会极大化。你说蓝白之间，比如说过去战狼小姐姐对蓝白合她有不同的意见嘛？我们国民党内部也有啊，两边都有。可是目前这种声音都是极小化嘛，你必须把两边的威胁极小化，或把杂音极小化，变成把合作极大化嘛。所以你说黄国昌过去崛起是因为他对民党态度强硬啊，同样的啊，川普如果接下来在下一会期开始的时候，当亮君强力质询的时候，当苏培强力质询的时候，那是不是同样也做球让川普可以回击回去？那同样也是把川普建构舞台啊，所以是这样子啦。川普我大概预期明年大概第一会期，至少明年第一季一定得请辞了，因为新北是大概1000多里吧，1320几个里左右而且他城乡落差很大。虽然五哥认为说柯文哲当初一开始参选台北市长的时候，民调是因为台北市跟新北又不太一样。台北市是456个里而已，新北1000多个里你不论是中永和、板桥、新店这一些的第一线之外，它有城乡落差比较大的金山、万里、石门那一些。朱立伦以前选新北市长的时候跟我讲，他3个月才跑完1圈而已。如果你不下去跑的话，你不要以为那一些靠民调或靠空气票或靠直播就可以拉得起来。你没有去当地跑，没有去握手，每一张手去握，那完全感受会不一样。所以，你对我来讲人情义理，我一定支持川博嘛。可是对蓝军选民来讲，甚至对我一样，只要2个整合，甚至黄国昌赢过李四川，黄国昌代表蓝白共推出来选新北市长，我们一定全力支持。那你就知道不可能，你就知道不可能，你还讲不可能啦，不用见缝插针没有用。目前我们就是兄弟相挺绑在一起了。对。而且医生，你有没有听到民进党自己行情？我也听叶元之也讲过，就是经过了2024，尤其白银的人心里会不会很痛？如果当时和了，柯文哲今天的命运会不会不一样？有人是这样讲。是。蓝营的人说，如果2024不是那一招。30几个国民党的委员会面临到罢免这一团嘛？他们把这所有的痛都讲说，你经过这个痛，你就知道只有一个结果，就明贤刚讲的，蓝白一定要合，然后一切都因为这个样，所以不管讲说柯文哲有没有意见，这个人有没有那个意见，那个有没有意见，只要一回头想到那个痛，他们都没意见了。对，明显当然讲出国民党，尤其是深蓝这个部分的心态嘛。所以为什么黄国昌的民调？可以在所谓的对比式民调跟苏巧慧的时候，他还有29%，就是我宁可啦给黄国昌，我也不要给苏巧慧，民进党赢啦，这个星期就不能让民进党赢嘛，这一块就是29%，就是30%，不是全部所以刚才为什么说李四川可以跟黄国昌差那个7%？那7%是关键啊。
那7%游来游去啦，也可以苏巧慧啦。有黄国昌的时候，我就要苏巧慧啦。那7%呢，有李四川我就李四川啦。所以这7%是关键。第一个，它就是中立选民，所以未来跟民进党的大选，这7%要如何去争夺，是未来的关键啊。派出谁也是焦点啊。大家都讲李四川跟黄国昌，我要帮刘荷兰讲话，那还有参选声明啊。对市民而言，了解新北实在做代志，这是最重要的啊！我会延续侯市长的施政。为什么刚才那句话用台语？因为那是侯友宜的口气，全力以赴顾好新北，保住新北，这是我的责任。好，李四川国民党的压力很大，很多人要求李四川要出来宣布参选，对不对？所以李四川出来宣布参选。刘荷兰的压力是谁？刘荷兰压力绝对不是他刘荷兰他自己啦，刘荷兰的背后侯友宜有没有给刘荷兰压力，要你出来宣布参选？很多人要求李四川要出来宣布参选，对不对？所以李四川出来宣布参选。刘荷兰的压力是谁？刘荷兰压力绝对不是他刘荷兰他自己啦，刘荷兰的背后侯友宜有没有给刘荷兰压力，要你出来宣布参选？所以不要觉得那么简单啊，一份民调就可以协调2人。当初民进党跟柯文哲的民调是叫做2阶段民调，一定是党内要先进行一波公开公正的民调，刘荷兰跟李四川先 PK 完之后，再由刘荷兰或李四川，应该是李四川会出现，李四川再跟黄国昌比嘛。而我们都知道，黄国昌现在的声量文宣上面绝对高过碾压李四川啦。李四川的优势没错啊，就是里长很熟。假设刘荷兰输了，侯友宜又没有任何位置，他会不会把他的组织系统压在黄国昌身上？黄国昌就补足了他最不足的所谓的组织基层的部分。我是假设性问题，这个是国民党必须要面对侯友的问题，而侯友的问题还牵涉到他们接下来党主席的问题，这些东西是国民党自己要去解的。而柯文哲的变数，柯文哲的变数在于柯文哲的政治性格跟黄国昌非常不一样。黄国昌参选的时候讲漏嘴啦，把他底牌献出来，我不会赢就不会选了。柯文哲是我不会赢我也要选了。我要不会赢，我都选到最后一刻，我要让你输，你才会跟我换嘛。这是柯文哲的政治性格啊。而柯文哲出来之后，他还掌握了什么？还掌握了黄国昌2年条款的事情。黄国昌自己身为党主席，本来可以自己决定这些事情，他把这张牌也给柯文哲了，所以整个柯文哲未来会主导整个民众党的立院党团哦，而整个民众党的立院党团蓝白合，除了在县市长的合作，还有立法院上面的合作，柯文哲会怎么出牌？这个东西是柯文哲跟黄国昌不一样的地方，而柯文哲有更大的底气跟更大的心意，他一定会让所谓的民众党成长嘛，因为他要在官司上面打赢的话，他不能让民众党消失不见，所以完全的蓝白合对于柯文哲跟黄国昌的政治利益是不一样的时候，柯文哲要怎么出牌？会不会像上次军乐会到登记前一天，他才宣布了吴欣颖是他的副手人选？为什么在登记前一天我才宣布蓝白合破局？他会不断的极限压迫国民党，你必须让出，不一定是新北市，譬如说吴宗宪跟宜兰啊，或者是新竹，或者是哪里，这些东西是未来柯文哲在跟国民党谈判的时候，跟黄国昌最不一样的地方。明显，李胜文送的水，你有没有喝到？哦，有啊，我下午喝到，你喝了我下午喝了1整瓶啊。你喝了才变这样啊？你们现在是不是抢着喝？你们现在是不是抢着喝？因为对不对？因为陈胜文送了1箱在党中央啊，哎，我从来一箱我从来没有看过，打排球，我真的全场都是举球手，举球让人家杀球的，我真的是。好喝吗？好喝吗？就是水啊，对，就是水啊。对，我喝了，我又不是有长脚，然后变畸形，然后我明天鼻子歪了，没有，我想说水是不是甜甜的？是这样子啊。老实讲，前阵子不是上礼拜还有那个和山演艺的公听会吗？我不知道那个收视率怎么样了，我认为关注度没有那么高啊。结果陈胜文跑去送水之外，搞了整个社群包括全部疯传呢，所以。没有看过人家这么送分送给人家的。陈胜文当然有他自己的政治目的，或者他想冲高自己的声量嘛，所以
当然黄国昌说骂陈胜文这种，他说是小丑，我用那种词当然比较不雅啦。可是陈胜文为了自己的未来的政治生命，可能要选举冲声量，我觉得实在是有一点。我觉得是反而适得其反，反而帮助的和山演艺的一个公投啦，就是让你不能只有讲核废料，3、4年前的一招半式走江湖，所以这个水。我觉得还不够，你多送几箱来送到这里。国民党中央也需要，那我觉得制作单位也需要。等一下五哥可能带一瓶回去喝，喝完保平安。我不能这样子，真的。所以以前我们过去还说什么中原普渡，我们都。亮君应该我们都有做水嘛，送过去。没有，我没做水。阿里伯哲哦，我尽量平安水，坚持不做水，因为很花钱，没钱。我们要做水，你要送，那你就送一些给他。我送普渡完有拜过的那个平安水，拿去人家大家抢的要有这平安水哦，这保平安的。所以我觉得陈胜文真的不要闹了。如果你要选举用这种方式的话，我觉得你是害到民进党。对，亮君，其实我在节目讲过，对民进党来讲，726以后一直到现在，好，你说党里面要换秘书长啦，所有这就希望我们就讲亲战场嘛，所有的是这样。亲战场的过程最怕的就是像刚才那个议题，都不知道是怎么冒出来的，就你看，明显就讲那满场都是举球手，然后就人家跳起来随便杀，会变成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当然这个让核三的议题有更多的讨论是好事啦，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到底在社会上的评价怎么样？我想大家最近都有很多的讨论哦。那但是我是觉得这实在是有点可惜。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因为过去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我过去曾经参与过这个兰屿核废料真相调查的这个相关的研究，也去过兰屿好几次。那实际上也知道说，在当时将这个核废料放到兰屿的时候，当时其实是一场骗局嘛。那其实兰屿人也不知道。那到后来核废料放在这里之后，当然衍生出很多的这些环境问题，也有当地的这些居民其实也都非常的担心。然后再加上在这个储存空间，确实在维护的状态也都不是很好。那有一些这个废燃料的这些罐子啊，其实也都有相当的程度上的破损。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要去揭露这个部分，就是去点出说为什么核废料，为什么现在大家对于核发电会这么的有疑虑。第一个当然是因为我们地处这个断层带上面，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是核废料的处置哦。我们台湾现在当然你可以说这几十年来是不是大有进步，这个技术有进步，这是可以讨论的。可是问题是我们看过去台电在处理这些核废料的状况，确实有一些问题是让居民歪楼到大家就只在乎那个水啦。对，所以我觉得确实是很可惜啦，因为其实，在兰屿的这个核废料储存真的是有很多可以大家好好的来以科学的方式，然后以这个当地居民的这些想法跟看法，好好的来讨论核能的议题。一善，那蓝营跟白营的委员有到核三，因为这次那个要研议的是核三研议公投嘛，所以他们有到恒春去，然后恒春有居民抗议。对。那这个凸显出来，当然那个蓝白阵营去看，当然也是要把这整个议题，也是要把它整个拉出来。就因为要公投，大家把它扶上台面来讨论是好事，但是应该也想得到那个地方去会有人抗议吧？对，所以他们故意去嘛，要把这个议题炒热嘛。但是故意去又不敢大拉拉的去啊！你排一个教育文化委员会去考察核电厂也很奇怪啊，因为核电厂应该是经济委员会管的，为什么是教育文化委员会去安排这个核电厂？而且是一个国民党的不分区，他也没有选区的利益啊！我就问国民党要选屏东，那苏清泉应该去啊，去做表态啊！屏东人的事情啊，我们这个明显也是屏东人啊，他表态是应该的啊，为什么表态要选县长哦？核三研议这件事情最关乎是谁的事？是屏东的事情。那为什么要全台湾来投这张票来决定屏东人的事情？所以屏东人出去抗议是对的嘛？那你立法委员去做这个考察，而且是教育文化委员会去做这个考察也没有用啊！而且还偷偷摸摸的去，偷偷摸摸出来，还要弄小巷子啊，怕被别人抗议。那你去考察做什么啦？那一样啊，我还觉得不关你的事，你真的是不要包含这个陈胜文，我直接讲，你不要觉得你为了选议员，然后我们自己造势冲流量，你这样就可以当选。我这边呼吁民进党的支持者都不要投给陈胜文，这样的议题怎么可以做这样的炒作？我直接讲了，徐国勇。未来会有更多要参选新的议员的人会做不当的炒作，被国民党来利用。这些声量也不是陈胜文炒出来的，是国民党故意把它凸显出来，你做一个无用的议题之外，还伤害了核电厂，甚至伤害兰屿人的心嘛。所以陈胜文你在搞什么？
我管你是什么党的，管你之前是什么副主委。这件事情就不能干的事情，我未来如果民进党要重整你们自己内部的党纪，这些人呐、你们都要管一下啦。而且未来会有更多的议员要参选啦。这些议题如果被这些议员主导，被国民党抓到，被民众党抓到，对民进党受伤的是整个民进党啊，而不是个别议员的事情。而民进党在这时候，你徐国勇上任秘书长就应该严格你们的党纪，约束这些议员的参选人，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多去跑基层啊。周亮君多努力的在跑基层，结果你们都没搞，让亮君的选情危机，那要怪谁？不同区啦，虽然不同区，但是会影响到整个民进党的气势啊。所以啊，这该骂的就骂，包含国民党这个议题就是屏东的议题，你们不应该扩大到全国。所以黄国昌你弄到全国，到最后11亿元投出来之后，还要经济部去评估是否安全无虞。黄国昌要不要出来道歉？我直接问啊，黄国昌。这项公投案如果创下有史以来最低投票率的公投的投票率，你要不要下台？如果他的同意票少于去年民众党的政党票，黄国昌你要不要下台？小雨，你有没有觉得刚才陈水文送水的这件事，明显讲起来的时候，那个眉飞色舞的那个样子？哎，我很谦虚啊。哦，你刚好谦虚，完全没看，完全不。所以这个就是你看刚才一善讲的意思，就是刚刚前面我讲，对民进党现在来讲，休养生息，然后包括所有的清战场的过程清出，怎么会清出像这样的议题来？因为他是我内区的啦，他的那个看板就在我家大门口这样子，对，所以是有点尴尬。他上次没有选上啊，对啊，所以他这一次看起来是卷土重来嘛。那当然就是现在就是要博版面了。我是觉得说清战场有很多方式啦，那包括就是说最近又有普发现金的这个，你有没有开心？现在每个地方都在讲要发，不是应该讲议会，很多地方的议会，然后都直接新北的议会是说那个议案就送市府去研议办理了，对啊，所以是无意通过嘛。但是现在那国民党团是提醒你说，那是送市府研议建议案，不是代表拍板，不是要发了。你说开不开心？当然开心啊，就要领钱当然开心啊，5万也好，4万也好，1万也可以啊。不是你说这种发钱，你当然开心。你等一下就有通告费可以领了。59900，好了，那我要讲的是说，你说清理战场，那当然其实我今天有发现一个点哦，你看哦，今天那个江宜臻不是杠上那个卓冠廷嘛，对不对？我真心觉得他们两个是不是在互相拉抬啊？因为他刚刚这个江宜臻在几分钟之前又发文，然后就指明卓冠廷，然后卓冠廷又在他下面留言，然后而且他们两个怎么那么巧，刚好都是土素3音的，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根本就是在互相拉抬，是不是两个讲好啊？这样子对，然后他发了而且那个卓冠廷还蛮用心的，帮他发了超多的梗图背爆哦，江宜臻反对普万，然后马上又这个好了啦，什么这个什么，他这个又什么江宜臻就说冠廷好了啦，什么，然后卓冠廷又开始做梗图，他们俩就这样子拉来拉去了哈，姑且放下他们两个的恩怨啦。那我先讲啊，就是说最近不管是台中啊，昨天是新北哈，就又开始在炒普发的现金的事情，那新北就是又来了哈，新北就说民进党团是认为是发4.6万，好，4.6万不得了如果说真的可以的话，那是以一个人来算哦。对啊，我一家4口如果我可以搬到新北市去的话，我家就16万4，马上签，因为你要发我才要签呐，对啊。那所以你看江宜臻啊，我有去观察他下面，因为他们是国民党团嘛，国民党团其实。他们也不敢反对，他们只是说这件事情送研议，因为我譬如说我就以这个宜臻为例了，好不好意思，因为宜臻是好朋友啦，你知道他以前的留言，他以前的发文下面的留言大概都20几个而已，可是他今天下面的留言超过500多瞬间秒爆然后下面都是在做这个啦，就说好了啦，给我钱呐，好不要讲那么多，就像以前那个卓荣泰下面的留言被灌爆一样赶快发钱1万啊，我家4万什么这个我家有4口人4万不要讲那么多，赶快发钱哇！他们现在下面的留言也都是一模一样，都来整个被灌爆好
好了啦，给我钱啊，给我钱啊！好，不要讲那么多，就像以前那个卓荣泰下面的留言被灌爆一样，赶快发钱1万啊，我家4万什么这个我家有4口人4万不要讲那么多，赶快发钱！哇，他们现在下面的留言也都是一模一样，都来整个被灌爆所以你说这个发钱议题，而且你说国民党他们现在议会为什么不敢说比如说江宜臻反对、吕家凯反对、林金甲反对，没有，以上这些人都不敢讲啦，因为他马上就会被你看，就马上被点名，你知道，那他们这些人以后还要选嘛，他就会只要打着是说谁谁谁反对那个吕家凯反对，那他们这些人就不用选了啊。所以你讲到钱的议题，到底谁敢反对？我是想说现在国民党有受到回力标了啦，因为你们当时怎么讲的？你看昨天那个国民党团市议会也是在讲哎呦我们那个不是什么还钱啊，什么我们也要什么社福啦、教育啦，说我们要还债啦。那你讲的这些事情，之前中央不是也都这样跟你讲？那为什么中央的时候你们还是步步进逼？但是现在回到地方全部都是以前中央跟你讲的。不过这个我要补充一下啦，因为他们民进党的议员算法他是说新北的资产增加了，对啦。可是那个增加是怎么增加的？是公告地价往上调啊，所以你的总值就增加。你用这个，然后说我做钱赚了，然后说要发给民众。我说这种逻辑，这叫降制图卡。那没关系，你还是可以这叫降制提案。我说民进党如果要这样玩，没有问题。你可以下修金额，可以下修金额。不是下不下修。我说你今天玩这个，当然我们都很知道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明年到时候说，你看我们提案要发现金，他们这些人反对，这些人不给我们呢，如果当李四川不承诺发的话，我们就要这个让他下台。你只是为了选举，我们去想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中央几千亿的这个，那我们讲不管超增还是什么逻辑，它的最后决议是发1万，你地方有什么本钱可以发到4万5万？我觉得是凸显一个议题啦，凸显一个议题，地方议会或者是立法院都没有权利发钱，不然我早就领到5万块了。我们花莲县议员今年2月就已经说要决议发5万块，这个东西就是行政权才有可以发，所以这也凸显了未来。行政院如果提出所谓的补发1万元，这才叫做合宪才叫做合法的一个发放的方式。那未来要不要举债？举债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嘛。那所以民进党的相关的议员提出这个议案，一定不会通过啦。即使通过了。最后还是由行政权去做他们的评估，要不要普发嘛？那行政权要不要普发，这个面对的就是你侯友宜、卢秀燕都要面对这些问题了。过去你们主张说行政院要普发1万，那不是说你一定要发到4万5万，那你现在地方政府要不要搭配行政院的做法来做普发的动作？多少钱？当然是最后是由地方政府跟行政院去评估他们可以发多少钱嘛。姚明，我们要成立运动部对，已经决定很久了。首任部长9月9号，现在传出说是李洋，我们的双金奥运的这个名将当然他退休了所以这个他惊讶到底掉出去，你干嘛掉笔啊？你是打棒球，你又不是打羽毛球的，不行吗？其实李洋这个部长的人选其实是在1个多月前。就有传出来1个多月前就有媒体就有率先传出说已经锁定他，可是那个时候因为老实说在体育界我会觉得你只是拿金牌就可以当部长吗？可是他拿2面金牌很厉害2面以上就可以。可是当然我说有一些说法是说因为他形象很好了然后他基本上除了他形象好以外他的就球技以外，他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可以变成是一个叫做运动部的，因为第一任。我们这个体育署升格为运动部，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内阁的看板人物。那个我们不会说他是花瓶，会说他是看板人物，就是这个内阁团队有一个亮点。那我觉得这是也许是现在赖政府或者说这个卓荣泰内阁很期待的一个亮点那今天这个报道。那个行政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只是说到时候人事确定了就会公布。那按照我们的逻辑，基本上就是8、9不离10，甚至很多媒体都已经在写李洋传记了，都已经在写他的人生故事。所以当然体育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当然关键在于说，因为如果你是部会的这个层级它就还有政务次长，有这个所谓常次，那它里面就会有所谓的专业政治人的幕僚也许去做所谓的次长。那所以很多人是讲说，也许李洋他就是负责这个剪彩负责去开会，负责去告诉大家我们运动部的目标是什么，告诉大家全民体育很重要然后剩下资源分配什么可能是次长在说，因为里面有很多妹妹嘎嘎我们常讲这些一不小心可能就变
误入政治丛林的小白兔。所以李洋在这块在体育界的，是对他有一点担心，因为怕他也许对这一块对政治不熟，可能会有一些受伤啊。OK。伟航来，大家会关心地缘政治跟两岸。馆长那时候不是讲说他要去看九三阅兵啊，不给他看，不给他看嘛，或者对。然后当然全球也会关注老共在这次93阅兵的时候，因为要做大阅兵，一定有他的目的在，要展示什么样的武器，要展示所有什么这些，这次会展示什么？好的，这一次啊蛮特别，他们有给这个媒体进去拍哈，包括了像上面有给他们拍寝室，就所谓的置物柜了。是对他有一点担心，因为怕他也许对这一块对政治不熟，可能会有一些受伤啊。OK，伟航来，大家会关心地缘政治跟两岸。馆长那时候不是讲说他要去看93阅兵啊，不给他看，不给他看嘛，或者对。然后当然全球也会关注老共在这次93阅兵的时候，因为要做大阅兵，一定有他的目的在，要展示什么样的武器，要展示所有什么这些，这次会展示什么？好的，这一次啊蛮特别，他们有给这个媒体进去拍哈，包括了像上面有给他们拍寝室，就所谓的置物柜了。我想在台湾服役过的也都知道，就是每个阿兵哥都会有半边嘛，半边的置物柜啦。那他们也是一样，只是我们摆的顺序可能跟他们有一点不太一样。他们依序的是什么大外套啦、军礼服、军常服、迷彩啊，用这样的方式排列。看了也知道是摆拍了，当然怎么可能会这么整齐啊？如果真的有练的话，一定会少一套总要洗吧，总会不见，你怎么可能各种都只有一套？这一定都是摆拍。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要让大家慢慢去营造。要注意，现在才几号？还有10几天，我们就已经很热血的。他因为什么会给他拍这个营区？因为他们要阅兵是在外面，北京郊外的昌平啊，它有一个专门的阅兵村。那在那边呢，这个我个人认为就是完全是进行仪队的训练的。那这个仪队的训练就是大量的要来这边阅兵，就是反复每天都在踢正步，不断踢正步。其内容那当然我们就不深究。让他们今年的宣传的另外一个焦点就是在于这个女民兵方队那这个是所谓的民兵啦，他们已经有6、7年没有再次编成了。这一次特别编成，他们的认为的政治意义就是象征250万民兵要再次投入第一线就民兵要重新站出来，包括女性。那它所传达的政治意义，当然是一个更大规模动员，会不会直接连接到中共对于军方更进一步扩张的要求？我个人认为是没办法直接这样讲的，因为他们实际上整体解放军原则上还是在裁，只是去让民兵出来去扮演这样仪队的角色。那与此同时，现在到阅兵，大家看的是习近平当天因为在他之前他是不太露面，大家对他的状况是有很多疑问他是不是在最近都在忙于发动党内的斗争？那因此呢，特别纽时也发了一篇专文，他们把习近平先前对于外交体系还有对于军事体系的大规模清除，把它类比到谁呢？斯大林和毛泽东，包括像斯大林在1930年代的大规模的发动党内清洗，那斯大林非常会洗他那个全国党代表，大概将近2000人被他洗掉一半，直接就地消失，物理的消失跟那个习近平基本上被物理消失，大概就李克强嘛，这其他的应该都还在。但重点在于说，那美国或者是有人这样去做这样解读的时候，大家就会去想要去看，等到93阅兵当天出现在台上的重要人物有谁？因为不管你之前怎么清洗那个军委会嘛，你总是要给大家亮一个相。当天你要是说堂堂军委会缺了一堆人，那还得了？大家各界一定解读哇，这大清洗开始啦，毛泽东的大时代的文革时代的清洗再现嘛，朱德那些人被斗倒，大家就会有很多这种联想。所以再怎么样，应该不会等到10月的时候。全会的时候应该不会等到那个时候，现在应该啦差不多就已经进入收尾。
9月3号应该就可以看出中共新的盘面了。OK， 那中共93阅兵，除了大家会看他们展现什么样一些的武器，我们总是要知己知彼，然后包括刚才比方讲谁能够出现，谁能够坐在上面，那象征着他们的权力的更替吗？那未来到底又会怎么样？好，那对国人来讲的话，今天礼拜4，接下来到礼拜6，那2场，一个是核三延公投，一个是罢免的投票，未来会怎么样？对国内政坛有什么影响？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谢谢我们见面，我们明天见，拜拜。